老子特喵的，睡一觉的功夫就把自己整来北极了，而且还是3个多月大的北极熊，小崽子。熊妈你到哪里去了啊？电视里不都说熊妈在幼熊没有成年以前都不会离开的吗？已经2天没有身影了，这怎么办啊？饿死宝宝了！傻狗，傻狗！特么臭鸭子还敢欺负我！汪汪！傻狗，傻狗！老子记住你了，你等老子长大点的，有种再来！穿越成为北极熊的白羊，此刻站在洞口处等待熊妈的归来。完了啊！如果熊妈出意外了，身为一个小熊，下场会很悲惨，而且只有3个月大啊，吃肉也吃不了。特么的，这么小到哪去蹭奶喝啊？就在这时，一头浑身雪白、体型巨大的北极熊正慢慢的向自己这边走来。熊妈回来了！熊妈看着眼前自己的独生儿子，伸出舌头舔了舔白羊的脸，吼了一声，转头向洞内走去。但没走到最深处，就直接一头躺在了地上。熊妈受伤了，而且伤口已经开始溃烂，怎么办？前世作为实习医生的白羊，对一些基本的伤口情况还是很熟悉的。熊妈，你可要坚持住啊！一路狂奔的白羊迅速来到洞穴内，将草药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起来，用熊掌将草药小心翼翼地敷在他伤口上，可算是搞定了。看着眼前的熊妈，白羊摸了摸已经干瘪的肚皮。话说，这熊奶究竟什么味啊？有没有人知道啊？丁，恭喜宿主成功激活最强进化系统，宿主进食北极熊奶，进化点加0.1。系统进化点正0.1有啥用？能变成沃利贝尔吗？看着脑海中的面板，控制在耐力上点了一下。丁，消耗进化点0.1，耐力加1。哎，混得再牛也是头熊啊！这以后肥宅水撸啊撸都远离自己了。白羊看了看自己吃饱了圆滚滚的肚皮，有些犯困，躺在熊妈身旁，缓缓闭上了眼皮。第二天一早，一声巨大的嘶吼声将白羊震醒。转过头来一看，竟然是熊妈坐在地上，尝试用舌头将伤口上的绿色草药勾下来。汪汪汪！将草药撕扯下来，我儿真聪明。看着熊妈的一番操作，白羊直接懵逼了。本想让熊妈贴好啊，结果给扯下来了。好在北极熊恢复力惊人，一夜时间就好的七七八八。7月的北极越来越热了，食物也越来越短缺。对北极熊来说，待在冰面上才是最稳妥的度过夏季的选择。但熊妈不能带幼崽去冰面，因为这样很可能幼熊会被别的生物，甚至是公北极熊当成食物吃掉。看见熊妈出去找食物，白羊跟了上来。你快回去，太小了，出去猎食不能带你。白羊装作没听到，死皮赖脸的凑上来。熊妈似乎有些生气，一口咬着脖梗将它叼了起来，转头向洞穴内跑去。刚走几步，熊妈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又跟着跑了出来。卧槽，熊妈不会发飙吧？熊妈看着儿子识相的退后了，扭过了脑袋，再次向前走去。走了没有多远，再次回头一看，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崽子是不是活够了？汪汪汪！今天怎么样？我也要跟着，不带我不行。许久之后，熊妈再次向远处走去，不再管后面的白羊。这什么意思啊？不管我了啊！这时，前方传来一声急切的吼叫声。这次白羊听懂了，这是熊妈让他快点跟上。白羊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抬头看了一眼海边。此时，一群群各种鸟类在海岩石上飞来飞去，甚至能看见岩石上竟然有鸟将蛋就产在上面。这时，旁边的熊妈冲着白羊低声吼了一声，慢慢地向海边岩石走去。这是准备来猎鸟吃。只见熊妈一个潇洒的飞扑，一群海鸟扇动着翅膀，惊慌失措的腾空。没想到熊妈竟然也会失手。见自己儿子站起来捂着嘴，眼中竟然有一丝笑意，熊妈顿时怒了。小崽子，老娘不收拾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一巴掌将白羊扇了个咕噜，眼冒金星。白羊晃了晃毛茸茸的小脑袋，看着边走边回头看着自己的熊妈，连忙起身追了上去。辽阔的湿地平原上，2只雪白的北极熊在平原上游荡。途中见识过很多食草性动物，但是熊妈丝毫没有行动。北极熊不是整个北极圈中的霸主吗？怎么猎食如此困难呢？其实整个夏季时，所有北极熊都会赶在海冰融化之前赶往冰层，迅速向北部迁移。但是只有一种除外，那就是像熊妈这种需要抚育幼熊的母熊。天空中的太阳慢慢升起至中间，温度也越来越炎热。熊妈游荡了一上午的时间，丝毫收获都没有。白羊此时也是一副蔫蔫的模样。虽然外面温度只有6度左右，但是对北极熊来说，温度不差于人类体表温度的38度。这时，熊妈突然停了下来，惯性下，白羊一头撞在了熊妈身上，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熊妈怎么停下来了？有些茫然的白羊连忙爬起来。卧槽，是一头雪狼！不是吧，熊妈要吃这个腐肉？眼瞅着熊妈已经到了白狼身旁，白羊连忙小跑着跟上去，只是看了一眼，白羊就干呕了起来。这是老娘的儿子吗？有的吃就不错了，你竟然还干呕！
看着眼前已经发黑的碎肉，白羊强行把藕一压了回去。这怎么下得去嘴啊？但熊妈瞪着双眼，一副你不吃，老娘肯定收拾你的表情。怎么办？我不想吃啊，只能装晕了。白羊慢慢靠近腐肉，深深嗅了一口，顿时伸出爪子捂着自己胸口，双眼一闭，直直地躺了下去。转眼间，白羊变成北极熊已经过去1个月了，天气也越来越炎热，食物也越来越难找。白羊看到熊妈已经好几天没进食过了。熊妈要是还猎不到食物的话，我们估计是撑不到冬天了，怎么办？抬头看着远处的海鸟，我可是北极熊啊，怎么能光想着挨饿？我要抓鸭子。白羊慢慢悠悠地走到自己的老位置，一块大的岩石下。果然，那群海鸟又来了，仗着自己能飞，每次白羊躺在这里乘凉的时候，总过来嘲笑他。傻狗傻狗，看见没？这个熊是个废物，根本拿老子就没办法。听着这破鸭子扯牙的叫声，白羊一咕噜爬起来，拍拍屁股走进了洞穴内。等着吧，今天老子非要吃个北极烤全鸭不行。白羊在洞穴最角落位置找到一块薄薄的石板，双手卖力地将石板抱了起来，一步步向洞穴外走去。这时正值中午，海风刮来，带着一股股腥味。白羊将石板搬到距离自己岩石不远处，转头拿出一根木棍和一条细长的海带。一切都是为了这只可恶的鸭子。小心翼翼趴在地上，用脑门将石板顶起来，伸手用木棍找好位置撑起来。身后又传来死鸭子的声音，白羊没有理会，毛茸茸的手掌在地上刨个坑，将海带固定好。趴在地上，两条小短腿不停地用力向后挪动，看着自己面前摆好的陷阱，满意的点了点头。鸭子都爱吃什么？吃鱼。特么的，老子也想吃鱼，好像虫子也行。这个问题白羊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同时也在洞穴附近四处寻找，总算是找到了一处松软的树根底下。今天一定要给熊妈个惊喜，抓个鸭子看看。找到了虫子后，白羊赶忙往洞穴旁边的坑里跑了过去，将白色的肉虫放在石板底下的坑里，又回头瞅了一眼远处的鸭子。白羊晃着小脑子，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岩石后面，两个爪子将海带条的另一端抱在怀里，闭上眼睛，睡起觉来。鸭子刚才看着小北极熊不停地跑来跑去，又是抱石板，又是拖树根，简直颠覆了他的压上。这傻货睡着了，也不知道整了个什么东西。他要看看这小熊究竟弄了个什么东西。生活在北极极地的动物，好奇心都很重，因为每次的好奇心都可能为自己带来一顿丰盛的食物，或者成为别人丰盛的食物。竟然是这么肥的虫子！虫子在石板最里面的一个小坑内，站在外面完全够不着。鸭子低下脖子，蹭着石板慢慢地钻了进去。白羊瞅见海鸟进入了坑里，急忙拉了拉海带，石板瞬间砸向坑里的海鸟。熊妈最近很不开心，今天又是没有收获的一天，已经整整3天了，除了啃了些树根之类的充饥之物外，一个猎物都没有收到。傍晚回到洞口，他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熊妈宛若疯了一般，带着一股股一声声怒吼。躺在洞穴深处的白羊听见熟悉的吼叫声，一个机灵直接坐了起来，迅速向洞口冲去。汪汪汪！看见白羊，暴怒的熊妈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一双眼睛不停地扫视着洞内，猛地将它揽进了怀里，不停地伸出舌头舔着白羊的毛发。小崽子没事，实在是太好了。顺着白羊指向的方向，熊妈看见一只被砸成烂泥的海鸟。这玩意是你整回来的？汪汪汪！白羊吼了一声，得意洋洋地晃了晃脑袋。熊妈并没有急着吃石板上的小鸟，反而围着白羊开始转了起来。熊妈怎么想也想不出，眼前这幼熊才不到5个月大，它一个小不点怎么抓得鸟啊？回到洞内，熊妈用尖利的熊掌将鸭子撕成2半，直接将一条鸭腿丢在了白羊面前，低头开始撕咬了起来。白羊看着面前血淋淋的鸭腿，一时间有些踌躇。白羊，现在你已经是北极熊了，不吃生的，难道以后要饿死？况且还有系统在身，必须要尽快成长起来，当熊也要当整个北极最靓的熊。心一狠，张开熊嘴咬住鸭腿撕扯了起来。然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难吃的腥臭味，相反，或许是北极熊的味觉关系，这生肉嚼在嘴里竟然很好吃。丁，恭喜宿主进食黄嘴前鸟，获得进化点加0.3。宿主是否加点？加，力量加2，速度加1。顿时白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又大了1分，速度也提升了不少。白羊最近考虑了许多，自己既然能激活系统，恐怕这个世界不久后要发生巨变，要不这种中的情节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我必须尽快成长起来，怕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熊妈吃了大半个黄嘴前鸟，几天没有见肉的肚中总算不是那么难受了，愉快地躺在自己的老位置，伸出胳膊将白羊拽了过来，粗暴地塞进怀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白羊抬头看了眼熊妈，忍不住叹了口气，没想到亲情的感受是这样的。上辈子自己是个孤儿，今天是他以为自己是自己真名的样子，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虽然是个动物，但是经过1个月的相处下来，白羊并没有把熊妈当成没有头脑的动物，相反，熊妈是个很伟大的母亲。为了抚育幼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停留在夏季的冻土草原上。而且1个月内，熊妈受过很多次伤，但是每次回来都是第一时间检查白羊的情况。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亲情的白羊，忍不住伸出小爪子搭在了熊妈胳膊上。我一定要努力进化，一定要当整个北极真正的王者，一定要让熊妈过上再也不用为每天食物发愁的日子。第二天，白羊起来时便发现熊妈已经不在洞穴内了，肯定又是早早的出去寻找猎物了。看了一眼洞口上肥硕的海鸟，白羊无奈的叹了口气。这些鸭子学聪明，居然没有一只飞下来，可能那个大胆嘲讽的鸭子被吃了。鸭群发现了不对，一群黑毛鸭子又飞过来嘲讽白羊，但就是没有想下来的意思。汪汪汪，特么的不下来，别站我家楼上。就在这时，白羊扭过小脑袋望过去，大鱼高高跃起，直接掉在了岸边的岩石上。小鲸鱼。此时，一条受伤的小鲸鱼正不停地甩着尾巴翻滚。反应过来的白羊直接四爪着地，奋力地向海边奔去。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血腥味，小鲸鱼腹部有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正向外溢着鲜血。这个鱼应该是个小鲸鱼吧？看样子快不行了，再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眼前的小鲸鱼已经慢慢的不再挣扎，不停扇动的鱼尾开始缓缓落下。已经饿了大半天的白羊肚子再次发出抗议声，低头顺着小鲸鱼身上伤口的位置直接撕咬下一块鲸鱼肉。丁，恭喜宿主进食北极漏脊鲸，获得进化值 0.5。我去，这一口鲸鱼肉就可以加 0.5 的进化值，这么大的鲸鱼要是吃下去还不得逆天了。正当白羊津津有味地吃着鲸鱼肉时，远处传来了一声吼叫。远处竟然有一头通体雪白的狼，迅速向白羊这边跑来。这是北极的雪狼。狼可是群居动物，一头狼不可怕，可怕的是只要你发现了一头狼，那么就证明远处肯定有一群狼。我才5个月大，根本不可能斗得过一头成年雪狼。但问题是，如果跑，这离洞穴那么近，能跑哪去啊？白羊深深吸了口气，再次撕扯了一口鲸鱼肉吞下去。丁，恭喜宿主成功进食北极漏脊鲸，获得进化点 0.1。系统只有在白羊进食第一次才会给丰厚的进化值，后面不论白羊吃多少，依旧是给 0.1点进化值，加10点力量，8点速度。迅速将进化值点完，一股浑厚的力量充斥在自己体内。虽然我才5个月大，但拥有人类智慧的北极熊，即使是幼熊，难道还打不过一头雪狼？想到此处，白羊猛地从小鲸鱼身后跳了出来。猛然跳出来的北极熊瞬间将雪狼吓了一跳。北极熊可是冰原上的霸主，根本不是他这个量级可以挑衅的。就算是整个族群过来，头狼不到生死关头，也不会妄想去挑战一头北极熊。正打算逃跑的雪狼，突然意识到了一丝不对。竟然这是只北极幼熊，吃了它还能得到一条鲸鱼，今天血赚。突然雪狼低下头，身体瞬间一跃而起，血盆大口张开，直接扑向白羊。面对扑来的雪狼，白羊稳住身形，整个身躯猛然站起来，熊前掌直接往雪狼脑袋上拍。虽然它们有着相同的体型重量，但是巨大的冲撞力依旧将白羊撞了个翻滚。幼崽的北极熊竟然恐怖如斯，再大点那还得了。反应过来的雪狼再次向着白羊猛扑了过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最终白羊找准了机会，一口咬在雪狼的咽喉处。虽然干掉了雪狼，但自己也是伤痕累累，快撑不下。丁，恭喜宿主成功进食雪狼，进化点加 0.5。宿主是否消耗1点进化值恢复伤口？竟然真的可以修复伤口，那只要有足够的进化点，岂不是无敌了？修复。顿时，刚才还是狰狞恐怖的伤口，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慢慢贴在一起。就在这时，海边岩石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吼叫，一道雪白的身影迅速地向这边跑来。北极熊的鼻子非常灵敏，是犬类的7倍。在小鲸鱼落岸后，很远的距离，熊妈便闻到了一丝血腥的气味，沿着气味一路寻过来，没想到竟然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汪汪汪！忽然出现的白羊把熊妈吓了一跳，一巴掌将小崽子拍到一边。当看见小鲸鱼旁边还有一头雪狼，熊妈有些懵，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头雪狼会是自己的儿子咬死的。巡视了一圈后，并不见任何别的生物的踪迹，熊妈也开始进食了。白羊瞅着熊妈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凑到另一旁，也开始撕扯了起来。这时，一阵阵狼嚎声传来，白羊侧脸瞅了一眼，果然雪狼群过来了。不过这次有熊妈在，雪狼应该不会贸然攻击。熊妈立起身子，转头猛地向前冲去。群狼中的头狼低头死死地盯着眼前的2个北极熊，眼珠子时不时地扫过远处的小鲸鱼，嘴中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吼声。
狼群不敢动，但熊妈却怒吼一声，猛地向前冲了几步。头狼带着狼群迅速后退几步。雪狼不敢冲上来，并也没有离去，而是就站在距离小金鱼的不远处。熊妈阴沉地看了一眼，并不作声，慢慢地扭过身子向金鱼走去。不明所以的白羊只能跟着熊妈再次来到食物前，低头吃了起来。等熊妈吃饱后，慢慢向洞穴方向走去。刚才的那群雪狼才蜂拥着冲向小金鱼。恐怕这就是动土台原的法则。一条小金鱼，任凭熊妈鱼它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完。所有头狼才选择退让，静静的等熊妈吃完后才过来。熊妈回来后，不停地在洞口附近徘徊，直到许久之后，熊妈冲白羊吼了一声，转头向台原中走去。白羊不明所以的跟在熊妈身后，直到天色黑了下来，才隐隐约约猜到了熊妈要干什么。我们这是要搬家了，可能是今天雪狼群的关系，熊妈怕雪狼群知道洞穴的所在，那里不安全了。黑色的夜空下，寒风呼啸，一头体型浑圆的母熊身后跟着头毛发雪白的小熊，夜色下不停地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在这个洞穴内住了1个多月了，说起来白羊还有点舍不得。做人难，做熊更难。从洞穴出来后的第3天了，3天的时间，熊妈再也没有猎到过一个食物，每日都是吃树根或者一些虫子之类。但即使每日熊妈在饥肠辘辘，依旧会先将白羊喂饱。白羊随着熊妈站了起来，他知道又要开始出发了。全球变暖的影响下，一群群的动物已经纷纷在夏季来临前迁徙到更远的地方，以至于身为霸主的北极熊也有饿死的可能。熊妈冲身后的儿子吼了一声，转头向岩石方向摸过去。熊妈又去找鸟蛋了，可惜身为北极熊根本无法抓到鸟，只能找些鸟蛋充饥。就在熊妈过去后不久，眼前突然一道白色身影一闪而过，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跑了过去。转过头，眼前一只浑身雪白、可爱异常的兔子正警惕地站在远处，时不时地低头啃咬着地上的植物。卧槽，这兔子真好看啊！白羊悄悄地趴在地上，静静地盯着眼前的兔子，缓缓向前移动了一步。兔子瞬间抬起头，好似听见了什么声响一般，竖起耳朵，不停地四处张望。慢慢靠近北极兔的白羊忽然猛地向前扑去，白羊的吼声瞬间将北极兔惊动，它只是侧头看了白羊一眼，直接就转头逃窜。整个台原上全是平整的陆地，北极兔慌不择路地乱跑，白羊在身后紧追不舍。前面就是岩石堆，这兔子跑进去就想抓住，可就困难了。正当白羊打算放弃时，万万没想到，雪兔在奔跑中回头盯了他一眼，然后直接一头撞在了石头上。不是吧，不是吧，哥们你跑步都敢分心回头看啊！此时熊妈还在岩石底下，用熊掌不停地拨动着上面的鸟巢。白羊叼着兔子赶紧向岩石悬崖位置跑去。汪汪汪！兔子，熊崽子，这从哪抓的兔子？他可是整整抓了好几天都没有抓到一个能充饥的肉食，这崽子怎么才多久就抓到了兔子？吃完雪兔后，两熊再次出发，10天左右的长途迁徙，终于是来到了北极圈，看到一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熊妈似乎也很是兴奋，吼了一声，一掌将白羊推了下去。一群体型巨大、躯体敦实的猕牛正在吃着墨绿色的苔藓。熊妈侧头看了一眼，马上又向前走去，丝毫没有猎食的意思。熊妈竟然也放弃了狩猎，这种牛很凶。白羊转头盯着最雄壮的牛头领看了一眼属性，这猕牛的力量竟然高大60，比熊妈的力量还要高，怪不得熊妈看见是这种生物，一脸的沮丧。白羊尾随着熊妈慢慢向大海中冰层走去。一头海豹老远看见2只北极熊走来，惊慌失措地从冰洞中跳进了大海。第一次踏上冰面，白羊显得很惊奇。北极熊厚重的熊掌肉垫在冰面上并不会打滑，跑动起来都很稳。进入冰层后不久，来到一处雪堆前，熊妈不停地刨了起来，瞬间刨出了一个坑，慢慢地自己躺了进去。看熊妈的意思是晚上就睡这里。此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白羊慢慢将身躯挤进雪坑内，靠着熊妈闭着眼睛开始酝酿起来。一道细小的红色光柱照了过来，白羊慢慢从雪坑中爬出来。这里竟然有人！看到摄像机的时候，白羊瞬间环顾了一圈。虽然已经变成了北极熊，但是白羊可没有被人偷窥的习惯，伸出爪子拍了拍泡沫车轮。碰见我算你倒霉了。此时海面冰山的另一边，一艘小型的游轮静静地停在浮冰中。快，1万，马上跟检测中心联系，申请新的摄像机过来。儿童，这已经半夜了，检测中心值班的人早就睡着了，等明天吧。哼，好吧，不过北极熊有熊，儿童，恭喜你终于可以出一期纪录节目了。第二天一早，白羊是被熊妈揪起来的，还没等白羊反应过来，熊妈竟然跳进海水里。不是啊，北极熊游泳不用学的吗？
白羊还以为熊妈是打算教自己游泳，没想到熊妈竟然直接游走了。难道北极熊都是天生的会游泳？白羊试着进入水中，感觉并没有想象中冰凉刺激，相反除了肉垫能感受到以外，别的地方根本没感觉。接下来的2个半月，熊妈将所有的捕猎技巧全部教授给了白羊，而白羊的体型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7个月大的它看起来距离熊妈也相差不远了。第几台了已经被这头北极熊损坏了整整12台摄像机了。天哪，上帝啊，见鬼了吗？儿童，我们已经不能再申请摄像机了，检测站不会再批给我们摄像器材了。不行，我们一定要把摄像机材料找回来，否则就这几台摄像机根本无法完成拍摄，检测都做不到。你疯了，下去太危险了。伊万，你不愿意，你不去的话，那我自己去好了。二童转身走出了监控室，开始向自己卧室走去。虽然白羊现在可以自己捕猎了，但总觉得每天都吃不饱。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狼嚎声，是雪狼侦察兵碰到了猎物的声音，那里好像是游轮的方向，而游轮上说不定有可乐汉堡。此时，白羊心中有了个大胆的想法。白羊带着熊妈正奋力地往检测站的行动。就在刚刚，这几天偷偷观察白羊的人，现在拿着猎枪和雪狼群对抗。趁着这个机会，白羊和熊妈悄悄上来游轮上找点好吃的。仔细确认了一下，船上没有其他人，除了2个客房以及一间小的厨房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卧室。驾驶舱内看到监控屏幕时，白羊伸出熊掌，正要将它拍个粉碎。但就是在这时，看着画面上出现的几个人，白羊愣住了。只见最前方竟然有2台2哈迈力的奔跑，身后拉着雪橇，雪橇上站着6名大汉，各自拿着猎枪。在这一片区域根本不会有猎人到这里来，难道他们是偷猎者？幸好今天离开了，要不然指不定这伙人会怎么对待2头北极熊。熊妈的吼叫打断了白羊的思考，急忙走出驾驶室，看着面前一片狼藉的屋子，白羊直接愣在了原地。地上满是一些女人的衣物以及用品，各种化妆品也已经被熊妈踩得稀碎。此时，熊妈嘴中正咬着一条红色的内衣，2个弧形已经被熊妈从中扯断。额滴神啊，熊妈咱不用这个咱用不了。白羊上去用将红色的这个东西扯下来，冲着熊妈吼了一声：别整人家房子啦，瞅瞅给人家都弄成什么样子了，有这空找点吃的。看着熊妈的样子，想到自己以后是不是也找一头母北极熊，再生几个熊宝宝，脑海中刚闪现出母北极熊的样子，忍不住浑身打个颤。检测站的游轮储备食物也是十分丰富，白羊几下就将东西给找了出来，密密麻麻的速冻食品、冻鱼干、鱿鱼丝、饼干等，还有一大箱牛肉。还在跟衣服战斗的熊妈看着自己熊崽子面前的一堆肉，直接懵了。这什么玩意？闻着好香。尝试吃了一口后，熊妈的眼神都直了。我去，熊妈，给我留点。白羊眼瞅着熊妈竟然连嚼都不嚼的就吞下去，连忙也低下头，开始狼吞虎咽起来。熊妈，我们快点走了。熊妈恋恋不舍的往大海另一边游去，临走时仍不忘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白羊也没想到，吃了一辈子肉的熊妈竟然喜欢上了饼干这种食物，而且还是夹心饼干。迁徙到海岛的另一侧时，已经天黑了。头顶上的山洞内突然亮起2道暗红色的光柱，一条巨蟒行动迅速，悄无声息来到白羊身旁。头顶这是个什么东西？看错了。闭上眼睛的他猛地一怔，似乎自己头顶上有个东西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黑色的蛇信不停地吞吐。哥们，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尼玛是在北极，你热带生物来这里生活能习惯吗？说话间，白羊脚掌蹬了蹬熊妈，只见熊妈竟然连醒的意识都没有，翻了个身，接着响起了呼声。熊妈，有蛇！突然，眼前的巨蟒尾部突然用力，直接从他腰间缠了上去。熊妈张开眼，看着眼前这一幕，马上怒吼了一声，迅速的冲上去，张口咬向缠着自己熊崽子的巨蟒。看着一口咬在自己身躯上的北极熊，巨蟒眼神似乎变得更加阴冷，蛇信喷吐的也更加频繁。被死亡缠绕的白羊感觉到巨蟒的身躯正在慢慢收紧，自己呼吸也越来越艰难。不好，熊妈快跑！蟒蛇绞杀之力让白羊感觉到似乎已经断裂，一股剧痛直冲脑门。系统修复，不停地用净化点修复着身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巨蟒突然松开卷住白羊的身躯，尾部高高腾空，重重地抽在熊妈身上。熊妈直接被抽到了海水中。挣脱出来的白羊心中一阵后怕，同时心中也是一股怒火。特么的，老子可是堂堂北极熊，未来的冰原霸主，而且还有系统在手，如果不是熊妈的话，就要被这条巨蟒活吞了。愤怒的白羊张开嘴，一口啃在巨蟒身上，与巨蟒再次搏斗起来。而就在这时，海面上一艘小型游艇，几名扛着猎枪的人正顺着吼声急速驶来。靠着系统的不断修复身体，白羊艰难地与蟒蛇不停激斗，慢慢地往山洞的方向去。最后，
用尽全身力气，再次张开巨口，白羊冲着7寸位置狠狠地咬了下去。丁，恭喜宿主成功进食森林燃，变异进化点+3。居然是传说中体型最大的蛇类，系统加点力量全加。这时感觉到一股股暖流充斥整个身躯，白羊能感觉此时全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来不及思考，又是一掌往巨蟒头上招呼，整个蛇身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白羊直接一口扯下蛇肉吞了下去。丁，恭喜宿主成功进食森林燃，变异进化点+1。修复。几秒钟后，看着完好如初的后腿，白羊迅速地爬起来，来到洞口，冲着底下的熊妈吼了一声。重新上岸的熊妈感受到白羊熟悉的吼叫声，抬头看着平安无事的熊崽子，终于长舒了口气。谢天谢地，熊崽子没事。就在这时，远处亮起一道刺眼的闪光，紧接着一声枪声袭来。熊妈连忙转头向海中看去，白羊此时脸色大变，站在山洞口，他能看见远处一艘游艇正急速向这边驶来。一声沉闷的响声从熊妈身上传来，熊妈有些纳闷地看着扎在自己胸口上的一根银白色的金属，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无论如何也要将熊妈救出来，就算将眼前的几个全部干掉，也在所不惜。白羊转身回到洞内，疯狂进食森林燃。现在他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力量。丁，恭喜宿主成功进食森林燃，进化点+1。丁，恭喜宿主成功吞食森林燃蛇胆，获得进化点+30。一顿猛吞后，整整加了300点的进化点。系统提升，全部提升。丁，恭喜宿主成为变异北极熊，获得技能狂野怒意。这时，白羊发现自己整个身躯暴涨了一大截，身体内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洞口外，你们看看这里有血迹，看这痕迹应该是蛇。不对，这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蛇？众人有些疑惑，从来没有听过在这里会有蛇出现，而且从这鳞片可以判断出，这条蛇体型应该是非常庞大。老大，上面有个上洞，难道北极熊幼崽被蛇拖去了山洞中？该死！要是北极熊幼崽被蛇吃了，那100万就泡汤了。哎，白跑一趟，只抓了只母北极熊。你们生活在这里这么多年，见过北极有蛇吗？就算北极熊幼崽没有了，但是这条蛇说不定会比北极熊更值钱。走，我们上去看看。正当白羊完成进化时，眼前突然飞上来一块三角铁，一群人已经准备开始顺着绳索爬上来。白羊伸出舌头将嘴角的鲜血舔掉，眼神阴冷的慢慢来到了洞口。哈利，怎么样？洞里面能不能看清？别急，鲍里斯老大，马上就能看见了。这名叫哈利的男子不停地喘着粗气，终于扒上了洞口。然而抬起头来的一瞬间，他就愣在了原地。这哈利什么情况？这小子不会是被蛇吓傻了吧？趴在岩石边缘的哈利并没有回应，紧接着直直的从峭壁上掉了下来。所有人看着哈利的模样，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家小心，洞里恐怕是有别的生物。安德鲁，你上去看看。我不，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不，没等眼前的鲍里斯直接对着他脚下开了一枪。上去，我再说一遍。安德鲁转头看了一眼所有人，神情惊惧的慢慢向上爬去。安德鲁刚刚爬上洞口边缘，只感觉自己眼前出现了一道白色身影，紧接着身后传来枪声。白羊强忍剧痛，将安德鲁从背后扔了下去。没想到下面的人竟然如此丧心病狂，有自己人在前面都会开枪，这群人肯定是冲着我跟熊妈来的，而且熊妈还在底下。虽然白羊对赶人心里很反感，但是敌人已经冲到家门口了，这还有什么犹豫的？系统修复。此时山洞下只剩下3个人，领头的鲍里斯也看清楚了，山洞内的是一头北极熊，而且是头体型巨大、智慧很高的北极熊。而且刚才能感觉到一枪已经击中了北极熊，虽然不是要害，但是肯定会让这头北极熊陷入困境。想到这里，他伸手抓住绳索，慢慢开始向上攀爬。鲍里斯，把麻醉枪准备好，一旦上面的猎物露头，马上开枪。此时白羊正静静地守在洞口位置，他能听见底下有人再次爬了上来，只是等待了许久，并没有见有人手搭上来。突然一把匕首飞了出来，直冲咽喉。使用狂野怒意的白羊将匕首一掌拍掉。退回山洞后，白羊才发现并不是匕首速度变慢了，而是自己速度变快了。怎么可能速度如此迅速？刚爬上洞口的鲍里斯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这道白色身影竟然直接从洞内跳了出来，一掌拍在自己身上。底下的2人看着这一幕，直接屁滚尿流的向游艇上冲去。然而白羊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们，直接从洞口跳下，直冲海边。将所有敌人处理完后，已经是半夜时分了。白羊将熊妈胸前插着一根金属针，用牙齿摇扯下来后，坐在熊妈身旁，静静地等着她醒来。刚刚赶到小游轮上的2筒看着眼前一片狼藉，忍不住大声地吼了出来。
不光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扯烂了，就连监控室的屏幕都被全部打碎了。儿童，你看北极熊的毛发，是那2只北极熊。伊万，快，我们顺着海峡过去，说不定还能碰到他们。现在是半夜，你不要命了吗？二筒最终被伊万拉了回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伊万瞅了他一眼，没有言语。这姑娘已经疯了。不过这头北极熊真的是邪门，竟然都能跑到游轮上来，而且特么的把所有食物都给祸害干净了，就连压缩饼干都给吃完了。吓死了！特么的，这还是老娘的小崽子吗？此时，白羊的体型已经比熊妈整整大了一圈。我记得熊崽子的爹是头北极熊，并不是棕熊啊，怎么体型长得这么大了？而且昨晚上记着有危险的啊！熊妈转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身边居然躺着一条很粗的动物。白羊冲着熊妈吼了一声，低头开始撕扯起蛇肉。常年生活在北极的熊妈并没有见过蛇类。经过昨晚的遭遇，白羊觉得世界恐怕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动。不光大白鲨出现在了北极，就连森林里的生物都莫名其妙的出现，这肯定是要出大事了。游艇的操作是比较简单的，虽然熊掌做不了什么精细的动作，但是转方向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行驶了1天以后，两熊来到北极，远远的白羊便看见一头全身都是鲜血的北极熊正冲着棕熊不停的嘶吼。白羊拖着森林然身体慢慢向他们那边走去。棕熊看见白羊嘴中的巨蟒，放下小北极熊，一步步向白羊逼近。当熊妈冲到最前面的时候，白羊直接懵了，自己体型已经比熊妈大得多了，但他依然把自己当幼崽。熊妈，小心！话还没说完，熊妈便被一熊掌拍倒在地。你找死！白羊瞬间冲出，抡起熊掌，直接拍在棕熊头上。两头熊顿时滚到了地上，扭打起来。棕熊力量很大，甚至高于现在的白羊。不远处领着幼熊的北极熊妈妈，此时已经瘫软在地上，她的伤势很重，估计撑不了太久，但眼中满是担忧的看着自己仅剩的一头幼崽。这时，白羊跳起来，在棕熊脖子上撕裂下来一大块血肉。棕熊眼神惊惧的看了一眼白羊，头也不回的冲着旁边的一片树林跑了。白羊刚想追上去，但是熊妈在旁边阻拦了他。下次别让老子碰见你！看着棕熊的身影，白羊发现，虽然自己有着人类的大脑，但是战斗经验太少了。汪汪汪！一头幼熊正趴在母熊身上，不停地嗅着它身上的味道。白羊能看出来，这头母熊估计是不行了。完了，这是头雄性北极熊，一定会吃我的幼崽。母熊对着熊仔不停地怒吼，甚至伸出熊掌将它拍到了一旁。然而小熊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在地上翻滚了几圈，起来又凑到了熊妈身边。白羊看了一眼眼前的小熊，又回头瞅了身后的熊妈一眼。只见熊妈脸上竟然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表情。看了许久，白羊看懂了，熊妈竟然想收留下这个小熊，也不明白熊妈是怎么跟这头母熊交流的，只是听见了他们彼此吼了几声。母熊抬头看了一眼白羊，便闭上了眼睛。许久之后，熊妈用嘴叼起幼熊，白羊拖着森林然一步步向旁边林子中走去。他们需要找个山洞或者岩石底当做栖息地。此时已经有海鸟飞到母熊尸体上开始撕咬，或许用不了多久，它便会被各种动物蚕食干净。可能以后的某一天，我或者是熊妈也会变成这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熊妹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哎呀，熊妈最好了，熊哥哥最讨厌，都不跟我玩。但熊哥每次出去都可以捕获到猎物，而且从来没有饿过肚子。白羊这半个月里，已经将岛屿的这一片全部熟悉了。此时正拖着一头野猪往回走，才开始碰见这头野猪时，白羊也吓了一跳。当时这头野猪正在进食，而它的食物竟然是一只豹子。最近越来越奇怪了，各种各样的热带动物竟然都是莫名其妙的出现，甚至树上特么的都开始有猴子了。这是靠近北极的地方，这些玩意都是哪来的？现在白羊已经不再同熊妈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在一个山洞内居住。只不过每天白羊都会来陪熊妈一同进食。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按道理来说，冬季已经开始慢慢降临了才对。但是恰恰相反，不光冬季没有降临，气候反而越来越好了。地上的花草不但没有枯黄，相反长得更加旺盛了。很抱歉通知各位，紧急召开此次会议。相信目前各国的首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近所有野生动物开始袭击人类，甚至冲击城市，包括海洋中的生物也开始凶猛地袭击过往船只。就在昨天，米国的一艘航母被击沉，凶手是一头须鲸鱼。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召开这次会议，希望大家可以表决出一个方案。老者说完，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我提议使用机械武器，将冲击人类城市的动物全部捕杀。复议，我同意。无不同意。在龙国有句话，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这么多年，向大自然索取的太多了，也到了该还的时候了。龙国反对大肆捕杀动物。你们龙国城市如有防御系统，动物根本不可能冲击城市。当然你们不同意，我们米国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对冲击城市的所有生物进行清洗。话未说完，会议室内的门被大力推开了，
一名女子脸色匆忙地走了进来，低头在劳着耳边说了几句。我操！各位，动物的事情需要放一放，现在出现了更棘手的事情，地球变大了。